大家好，这是《鬼城记》的第1期。《鬼城记》是想通过泰安的民间传说故事来简单讲一些泰山文化，用我浅薄的知识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我之前就一直对民间传说故事很感兴趣，所以做这个视频也是想让自己从中学习一些东西。为什么叫鬼城记呢？因为泰安之前也被称为做鬼都，本来是叫泰安记的，但是太无聊了，就叫鬼城记了。说白了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讲泰安的话，肯定离不开泰山；讲泰山的话，肯定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碧霞元君。我们泰安人的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相传为保护妇女、儿童之神。关于她的来历呢，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这周武王灭了纣王，一统天下，就让姜子牙分封诸侯，就姜子牙封神嘛。这姜子牙封来封去啊，就剩下个泰山，风水宝地，谁不想要？姜子牙自己也想要啊。谁知道这武王的护驾大将黄飞虎突然找上门来，说自己非要泰山，俩人就商量嘛。正商量呢，这事传黄飞虎妹妹黄飞耳朵里了。这一听他也想要，跑来找姜子牙说了。武王说了，泰山要给他。这姜子牙可犯难了，一个护驾有功，一个是武王的人，自己是要不成了，让他兄妹俩争吧。姜子牙想出一个招，各凭本事，兄妹俩谁先登上泰山，泰山就是谁的。这黄飞虎一听可高了兴了，他妹妹哪跑得过他呀？比赛日一到，骑上他的玉麒麟，日夜兼程，打京都冲着玉皇顶就去了。黄飞为了这比赛可是绞尽脑汁，最后可算是想出一招妙计。比赛一开始，他脱下自己的一只绣花鞋，使了个神法，这鞋就飞到玉皇顶上了。完事儿，这才不慌不忙去爬山了。这黄飞爬上了泰山，黄飞虎都等得不耐烦了，看黄飞还慢慢悠悠的来，他在那嘚瑟起来了。不行就不行，这下服气了。黄飞不慌不忙，挺直腰杆反驳道：“你可拉倒吧，我早就到了，看你半天没来才下去接你，谁知道你绕道赶上来。”这黄飞虎可有点懵，你可别了吧？你说先到就先到，这黄飞可不怕他，证据是吧？你看那是个啥？这黄飞虎一看可傻了眼了，你还能这样玩啊？黄飞不紧不慢，各凭本事嘛。黄飞也知道纸包不住火，姜子牙一来自己就得露馅儿，于是做出一般无可奈何的样子，对兄长说：“咱兄妹二人，我住山上，你住山下，咱共管泰山总可以了吧？”这黄飞虎也是无可奈何，没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等姜子牙赶来，一看便知黄飞虎上了妹妹的当。他看兄妹俩都商量好了，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于是将计就计，封黄飞虎为泰山神，黄飞为碧霞元君，一个在山下天旷殿，一个在山顶碧霞祠。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其实关于碧霞元君的来历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比如东岳大帝之女儿说、九天仙女说、玉皇大帝之女儿说、玉皇大帝妹子说、石敢当的女儿说。各个版本的传说故事跟碧霞元君争泰山的人也不一样，有的是跟玉皇大帝争，有的是西天佛爷、柴王、老君、龙王，各种各样的神仙。但这些个版本啊，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碧霞元君的绣花鞋。这里面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碧霞元君将自己的绣花鞋藏到了泰山上，或者是埋在了一个地方，之后跟别人说：“你看我的鞋在那儿，我早就到了。”然后夺得了泰山。黄氏兄妹争泰山这个版本呢，可能是从《封神演义》衍生来的。《封神演义》中的黄氏兄妹命运就比较惨了。这黄飞虎曾得罪过妲己，于是黄飞虎的夫人贾氏入宫要见黄飞时啊，就被这个妲己故意带到纣王旁边。纣王就想调戏这个贾氏，但贾氏宁死不屈，大骂了纣王一顿。混君！我丈夫与你争江山、立奇功，不料你竟欺负臣妻，你与妲己见人，不知死于何地。转身从摘星楼跳了下去。凤将军，妾身与你全齐明主，只可怜我2个孩子无人看管。黄飞听闻此事，赶紧来找纣王理论，一气之下打了妲己一顿，还不小心打了纣王一拳，惹怒纣王后被其从楼下扔下摔死。昏君，我哥哥南征北战，一片担心为国掌管兵权，我老父镇守界牌关，日夜操劳，我皇家满门忠烈，你这好色之徒，主意竟打到我嫂子身上来了。就是你这妖精，骗我嫂子上楼，我要找你算账！松开！住手！打死你！大王，救命啊！
你们都疯了！明明是他害死我嫂子，你还要替他遮掩，我就打死他，为我嫂子报仇！黄飞虎本来还惦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在兄弟的激将法下，终于肯率兵造反，投奔姜子牙助周武王讨伐纣王。我就绝不再做这阴伤之臣！反出朝歌，永不超生！屡有战绩，后在战斗中被商朝一大将杀死。阵亡后魂魄入封神榜。周军推翻商朝后，姜子牙归国封神，乃敕封儿黄飞虎为五岳之首，仍加持一道，掌管幽冥地府18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看对，方许实行。特敕封儿为东岳泰山天齐人圣大帝之职，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而其亲在物于绝典。泰山神确实封给黄飞虎了，那陛下元君呢？《封神演义》也确实有个陛下元君，那是个男的，封的是于化龙，主斗陛下元君之神。这个斗在这里指的是天花，烈性传染病。这个说法呢其实错误。中国道教杂志上有篇文章就讲了，说道教呢称男仙为真人，女仙为元君，作者应该就是借了这么个称号。《封神演义》里的黄飞被纣王所杀，封的陛下元君也不是他。那我讲的这个传说为什么会把黄飞和陛下元君联系在一起呢？我个人猜测，跟陛下元君有关的一些故事总是跟一些性格正直、忠贞、富有正义感的女性相关。黄飞的性格也是如此，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这个故事的作者把黄飞跟陛下元君联系了起来。正儿八经的说，陛下元君是怎么来的呢？有位学者是这么说的：泰山女神陛下元君名号之由来，传统的说法呢是宋真宗所敕封的。但是经过考证，认为真宗封号这个说法是假的。那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莫衷一是，没个准确的说法。大抵有3种说法，一个是始于唐代，一个是始于宋代，一个是始于明代。然后文章最后经过作者的一系列考证，说陛下元君这个名号应该不早于明初，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也是知识浅薄，讲不明白，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文章来看看。来历是讲不清楚了，但是还能讲点别的。泰山女神陛下元君，这个泰山女神一开始并不是陛下元君。我是看这篇文章里写的，有学者认为西王母是第一任的泰山女神，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女娲及其同一原型产生的其他女神是第1代泰山女神，西王母则是第2任，然后陛下元君是第3任泰山女神。那西王母呢，民间又称王母娘娘，她的起源故事也是莫衷一是。女娲大家就有所了解了。这文章中说陛下元君并非接着2任女神就直接成为封建主流的，这进入父系社会，特别是进了封建社会，泰山成了封建帝王封禅祭天的圣地，当然不允许一位女性神来做泰山的山神。于是经过长期的混乱，终于树立起一位东岳大帝。陛下元君呢，说是直到宋代才被统治者供奉起来。学者指出，陛下元君的出现宣告了具有几千年传统的泰山女神崇拜及其意识的正式回归。这里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前面不是讲了吗？说陛下元君之名出现应该不早于明初嘛？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写我就怎么讲喽。他们也不是说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嘛。那我呢，就是想用我浅薄的知识尽我努力吸引点注意，让大家关注一下泰山文化。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研究研究，到时候研究明白了可以来教教我。那么不管它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有篇文章告诉我，这位女神的发展有些坎坷。文章中说明清2代的皇亲国戚早先一直供奉陛下元君，明代和清初的一些文人骚客也公开大力追捧陛下元君，但到了1800年，陛下元君开始沦为文人的笑柄。绣花鞋算得上是一个标志吧。20世纪所流传的故事里反复强调它极小的国教。前面提到的那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陛下元君的绣花鞋。在早些时候供奉给陛下元君的袖珍绣花鞋也是狐狸精龛里最普遍的祭品，他们甚至将陛下元君诠释为狐狸精。文人们将朝廷里的贪污腐败、各种腐朽人物与陛下元君联系起来，在民间他被人们与过于自信的女子联系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夺走陛下元君泰山女神的名号。关于陛下元君最古老的故事写到她是被赋予泰山的，但是后来的故事都说她是通过阴谋诡计才获得此山。
一些文章就说皇帝在泰山之巅挖出遗物，错误的以为这是一位历史悠久的女神，就将这一片圣地赋予了错误的女神，好像在说那些传说故事里碧霞元君将自己的绣花鞋挖出来，表明自己先到泰山而夺得泰山是一个错误一样。精英阶级就是认为碧霞元君实际高攀不上泰山。但是文章中还说，碧霞元君的现代支持者似乎正是利用了历史上对其怀疑贬低的文章，将里面的误会变成了碧霞元君实际的结果，从而把这些贬低变成了骄傲。介绍就讲到这儿了。那对我自己来说，我对碧霞元君的了解其实非常少，前面讲的都是为了做视频现查的资料。在此之前，我对碧霞元君的了解完全来源于我妈。打小就听妈妈讲泰山老奶奶会保佑咱之类的话。我妈之前也去爬山拜过老奶奶，保佑家里人平安健康，孩子学业顺利之类的。老一辈的泰安人基本都会把一些美好的念想以这样的方式寄托吧。我虽然不信这些神啊佛的，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往往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善意。我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一些影响，就算我没有把这些美好的念想希望寄托给这些神明，但我也愿意对未来充满善意。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我总愿意去相信未来，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得更好，或者自己会变好。我周围的人也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有的今年中考，有的高考，有的选择复读，有的已经上了1年大学。大家都会遇到不愉快的事，但烦心过后，日子还要过。道路是崎岖的，但未来是光明的。就像卓别林曾经说过，生活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所以相信未来总是好的。这一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